跟你爷爷一个德行，眼高手低，不务正业。等我拿了奖，你再撕也不迟。林宇，全班都在练零件加工，就你睡觉。郑老师，下课了吗？宇哥，你这是提前适应进场打螺丝的作息啊！再这样混下去，毕业能进场都算你运气好。林宇，出来一下。林宇，你文化课3门不及格，时序课又天天睡，再有1年毕业，你到底想干嘛？看着还行。我知道你聪明，就是不肯用在正地方。听老师一句劝，收收心，哪怕混个毕业。知道了，李老师，我回去就练。林宇，检测到宿主知识体系断层，经典力学脉络梳理完成。什么玩意儿？搁这儿拍科幻片呢？检测到物理竞赛报名通道已开启，任务发布。等等，你还能接网？任务目标：取得云州市赛区预赛资格。任务奖励：解锁1级认知拓态权限。备注：宿主当前知识储备与竞赛大纲匹配度72%，建议合着你不仅能发热，还能给我派活。行吧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去玩玩。老师你好，我报名物理竞赛。等等，职高生，材料我看一下。文化课3门不及格，实训课成绩也没有竞赛相关的获奖记录。同学，物理竞赛不是谁想报就能参的。你规则写的是全市在校高中相选，我占哪条了？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有限，我们是择优推荐。你这份履历放在选拔池里就是浪费名额。王主任说的对，职高生凑什么热闹？题都没让我做过，就知道我浪费名额。你有胆子自证吗？给我一套网位预赛题，40分钟，及格了我自己把名字填上去，不合格我走。好，40分钟，少1中不行。你要是能及格，我当场签字放行。我赌他10分钟就坐不住。就这。朴俊，瞎写满了也没用。王主任，多少分？报名完成。王主任，麻烦了。同学，刚才那句浪费时间，我可记着了。哟，真在这刷题呢？蒙醉一套真题就敢来市图书馆？有事说事，没事靠边，挡光了。真当自己是天才了？说完了，既然觉得我不行，那赌点什么？你们5个一起上，3道题，谁先解出来1道，算我输。我输了，这层楼的卫生我全包了；你们输了，奶茶归我。你疯了？这3道是去年省赛的压轴题，我们教练都讲了2节课。不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输了可别哭。这题是去年省赛压头，我们做不出来也正常。让让。3题，你们慢慢喝。请你的，下次看人的时候，别总站在高处。经典力学认知闭环已打通，解锁1级认知拓态权限，附赠科研笔记碎片。老头，藏得还挺深。我就知道你最近躲房间里没干正事儿，放着食醋不好好练，跑去搞什么物理竞赛。你一个职高生凑什么热闹？跟你爷爷一个德行，眼高手低，不务正业。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
林宇，考核都敢睡？到点交卷了。宇哥是真不怕挂科。别人都快做完了，这次成绩算进毕业证，你是不是真不想毕业？急什么？半小时就够了。标准工时1个半小时，你半小时能做出来？不合格我补考。精度不合格，这门课直接挂科。老师，交卷。这精度比班长做的还高。张老师，打螺丝也是要讲力学的。那就是2职的林宇，真敢来啊！蒙对一套真题而已，真当自己是天才了。我赌他半小时就交白卷。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竞赛了？现在竞赛门槛都这么低了？怎么，竞赛是你家开的，管得还挺宽，有功夫管别人穿什么，不如多刷2道题，免得考不过，双面脸上不好看。这么早就出来了，肯定是不会做，放弃了吧？穿的是2职校服，哦，就是那个职高生啊，难怪，本来就是来凑数的。还用看吗？那职高生肯定垫底，我赌他超不过30分。出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满分？这个学生必须重点培养，是个好苗子，省赛绝对能拿奖。林宇同学呢？我今天来就是想邀请他转学去一中，免全部学费，配全市最好的竞赛教练，明年的保送名额优先给他。林宇同学，一中的竞赛资源你应该清楚，有专业教练团队定期省赛模拟，还有教授级讲师授课，留在2职对你的竞赛路没好处。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高高的机床挺好用的，竞赛看的是题又不是学校，在哪考不是考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这可是一中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。机会是挺好，但我不稀罕。省赛我照样去，拿不拿奖跟我在哪个学校没关系。你的解法我有疑问。别死磕纯理论，把受力点当夹件，形变约束套进去。原来还能这么想。谢了，省赛我不会输。经典力学认知拓塔完成，解锁电磁学拓塔任务，目标省赛金奖。这下总算不会太无聊了。林宇，宿舍3楼，9点摸底考。试赛蒙了个满分，还真敢来集训营。你上次在试赛门口没说够，这里不是你混日子的地方。摸底考要是0分，自己滚，省得丢人。那你先想想，考不过职高生的时候，脸往哪放？这是摸底，还是怕我考太高？这道题超纲，全场能完整写出步骤的只有一个。林宇同学，哪位？我在。上来讲讲你的思路。先别把它当成纯理论题，把边界约束拆开，再看它在实际结构里的受力状态。
这张卷子，物理系大3学生都未必答得这么完整。更难得的是，你不是套公式，你知道公式为什么能落到实际结构上。你爷爷是林振山，您认识？我是他学生，当年跟着他做过机械工程的项目。老爷子一辈子都在啃硬骨头，可惜了。你很有天赋，像他，但我不会给你开后门。集训营一视同仁，有问题随时可以来问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编得挺用心，就是没实坠。林宇，来一趟组委会办公室。现在舆论压力很大，你要不先主动退赛，事情会好看一点。有证据证明我作弊吗？现在不是证据的问题，是影响。没证据就想让我背锅。明天上午9点，大会议厅，让所有人来。3道题随便出，我当众给所有人一个说法。现在不是证据的问题，是影响。没证据就想让我背锅。明天上午9点，大会议厅，让所有人来。3道题随便出，我当众给所有人一个说法。叫大家来就一件事儿，作弊的谣言，今天我亲自澄清。沈浩，昨天说的赌约还算数吗？当然算，3道题做不出来，你立刻退赛。我做出来，你当众道歉，论坛置顶3天，承认造谣。行。这3题，他1个小时都未必做得完。15分钟，错一道，我自己走。写完了，麻烦评审。3道题全部正确，第3题的工程和解辖法比残渣答案更高效。道歉。对不起，还有论坛。林建国家属吗？病人腰伤急性发作，已经送到医院。医生让你卧床，你还乱动什么？厂里老毛病，躺2天就好。你明早回集训营，别耽误比赛。你躺着，我陪你一会儿。我不用你管。这次你管不着。剩3天了。林建国家属，省里来的骨科专家明天上午9点会诊，到时候需要家属在场签字确认治疗方案。专家只在市里待半天，错过了就得等下个月。你去考试，会诊我让厂里工友来替我签。工友又不是家属，我先把该签的签完，再赶过去。家属确认后，我们马上安排。签完就去，别迟到了。爸，等我回来，拿个奖回来。老师，等一下。开考15分钟，按规定不能入场。老师，我提前向组委会报备过家属手术，我有预审批件。进去吧，来得及。常规解法是从理论模型一路推下去，
他是把边界条件和实际受力关系重新拆开了，结果完全一致，步骤还更短。满分，金奖第1名。金奖第1名林宇，云州市第2职业技术学校，满分。作为唯一的满分金奖得主，也是首位进入省赛决赛的职高生，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职高生怎么了？题是一样的题，奖是一样的奖，别人能行，凭什么我不行？国家队见。好，国家队见。认知拓靶进度突破15%，深层全线解锁。你到底是什么？基础信息载入，人类基础物理已停滞100年。标准模型存在不可逾越壁垒。本系统为先辈科研者遗留的认知辅助装置，用于打破思维桎梏，推动文明跃迁。上一任宿主林振山，激活进度98%，差最后一步，未完成启动。爷爷，原来你留给我的不是一块旧表，是你没走完的路。国家队只是第一步。清华和北辰都来了，来咱们职高抢人。林宇同学什么时候到？我们已经等了一早上。他刚陪父亲复查，应该快到了。林宇同学，林宇同学，我们想和你谈谈。2位老师，找我。精华物理系愿意为你提供本硕博连读、全额奖学金等灵子体实验室资源优先开放。北辰的可控核聚变课题组也欢迎你，专属导师、科研启动支持都可以谈。谢谢2位老师，但现在不急着定。你的意思是，国赛还没比，真要去，也得拿着国赛金牌去，才有意思。好，我们等你国赛结束。建国，你儿子以后肯定是大科学家。金环、北辰都抢着要，这可是咱们楼里的头一份儿。还早着呢，孩子自己愿意走哪条路，得让他自己选。晚上阳台上来一趟。爷爷的。以前我总觉得他放着好好的工程师不当，钻这些没用的东西。现在才知道，是爸格局小了。这里面是我攒下的钱，以后别委屈自己，爸支持你。放心吧，以后咱们家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最后一道题太变态了，根本没思路。江晨提前半个小时交卷，不愧是京大附中的。那个职高来的林宇，这次怕是要栽。省赛能赢，不代表国赛也能赢。那就等榜单出来再说。职高生居然进了前3，全国摸底第3，已经够离谱了。还行，国赛见真章。终于遇到几个能打的了。第3名还笑得出来？有对手才有意思。电磁学认知脱态已完成，解锁近代物理拓代任务，目标打通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认知闭环，近代物理模块当前进度3%。爷爷没撞破的墙，我来撞。
团队课题赛量子纠缠简化实验设计，成绩计入最终选拔总分。他省赛那种工程取巧的思路，团队赛不一定管用。量子纠缠实验拼的是理论，他懂什么实验架构？组队吧，我补理论框架，你搞工程落地。市第二省第二，现在要抱市第一省第一的大腿了。爱来不来，江辰那边还等着我过去。有学霸免费打工，傻子才不来。理论框架没问题，但光路校准太复杂，误差很难压到2%以内，成本也超预算。把光度元件固定进夹件，一次校准到位。数控加工能做1/1000毫米定位，比手条快，成本砍一半，误差还能再降。这样的话，理论参数能保住。 3天够不够？够，我们做第一。纠缠态测算能成立，但光路偏差必须控制在极小范围，夹击只要有一点偏移，前面全白算。那就不让它偏，3点定位，同轴刻度，调一次就锁死。理论上可行，实际加工呢？实际加工交给我。 这个位置的热扰动不能忽略，模型一偏，误差会往上走。那就把隔热层加进结构里，定位做不动，外层做缓冲，这样能保住理论参数。你管公式，我管它别在现实里散架。你说话怎么总像在修机床？因为物理最后也得落地。 歇2分钟，公式不会跑。答辩不是比谁写的漂亮，江辰的理论模型肯定比我们更完整。完整不等于能用。我们做出来的东西，普通数控车间也能加工，这个它没有。按吧。误差0.8，成本还不到一半。看来打螺丝确实有点用。你不是在打螺丝，你是在给理论装骨头。普通数控车间能做？能。 关键定位件按1/1000毫米加工，校准流程固定下来，不需要进口精密仪器。0.8%，成本48000。理论框架和工程误差已经统一校验过，参数具备可复现性。提交，3天后答辩。实验设计不是数控作业，成本低不代表答案对。答辩见，你选它最好别后悔。 我选的是能把方案做出来的人。紧张？没有。那就进去以后别把我这个工程师卖了。放心，我们做第一。第7组准备。按照这套参数，模拟误差可以稳定在1.9%。预算超出30%，如何解决？可以通过后续优化压缩成本。 该你了。第8组，林宇、李佳一。我们从纠缠态测算、光路稳定性和环境早动3个方向建立理论框架。理论要成立，装置就不能靠手调。这套加件可由普通数控车间加工，关键定位件按1/1000毫米控制，一次校准，流程固定。环境干扰导致定位偏移。 你们的备选方案是什么？双层缓冲座，外层吸收热战动，内层维持定位基准。误差超过阈值时，校准件可单独替换，不用重做整套装置。加工误差累积怎么控制？先分件检测，再总装复合，每
每个零件的误差不靠运气抵消，靠标准锁住。第一名，林宇、李佳怡组。工程加物理才是未来的方向。合作愉快。黄金搭档，所向披靡。团队赛输了，不代表统考也输，那就考场见。最终选拔开始，考试结束前不得离场。还有1个半小时，不再检查。不用。最后一题全考场没几个人能写完，林宇又提前交卷，他是真做出来了，还是又在赌？这次不是市赛，也不是省赛，所以才更不能坐着等。成绩4点公布。你一点都不紧张？紧张有用。国家队最终选拔成绩公布。全国第一，还是职高生。最后一题全考场只有2个人做出来，他居然这么厉害！第1名，恭喜！省赛那句原样还你，国家队见。这次是我输了，下次再来。之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报名的时候，集训的时候，论坛那次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以后小看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行，国际赛别丢脸，这话留给你自己。明天上午，国家队集结出发。接下来，你们代表的不是学校，也不是省份，你们代表的是国家队。国家队见。不止国家队，国际奥赛，咱们拿金牌回来。当初就想争口气，没想到走这么远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问了你们学校的人，说你总往天台跑，庆祝你拿全国第一。怎么不跟我比了？比，国际奥赛接着比。国际奥赛以后呢？你想做什么？搞可控核聚变，搞航天发动机，把爷爷没走完的路接着走下去，让人类真的能走到星辰大海里去，不是只在望远镜里看。那我跟你一起，我搞理论，你搞工程，咱们一起撞那堵墙。怎么，这就绑定了？不怕我拖你后腿？你要是拖后腿，全国就没人能跟上了。认知拓台主线进度0.8%，才刚开始。那就一起走。紧张？比试赛的时候强一点。你那时候也说不紧张。叔叔发来的。比我还紧张。正常，换谁有个全国第一的儿子都会骄傲。登记，证件拿好，按顺序走。国际赛别掉链子，这话你先记着。走吧，林工程师。走，理理论。看什么？看我们从哪儿出发，然后去把世界第一拿回来。请乘客系好安全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什么？后悔国际奥赛还要继续跟我比。我最喜欢跟厉害的人比。那你最好别输。
这句话也送给你。出门在外，别亏着自己。叔叔发来的，比你还紧张。他以前怕我走太远，现在怕我走得不够远。紧张？不是，就是觉得终于走出来了。那就别回头。我搞理论，你搞工程。检测到宿主已进入国际竞赛征程，文明跃迁第一步任务，已触发。任务目标：拿下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。任务奖励：解锁前沿实验权限，开放2级认知拓统数据库。任务未完成前，相关权限保持锁定。星辰大海，征途开启。我搞理论，你搞工程，咱们一起撞那堵墙。看什么？还记得天台上说过的话吗？我搞理论，你搞工程，一起撞那堵墙。当然记得。这次先从第一道门开始。国际奥赛金牌？对。那就别输。我从来没打算输。飞机已进入平稳飞行阶段，